大家好，我是 Klaus。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难免会跟其他人发生争执，跟父母、朋友、恋人、同事，甚至是陌生人。争吵的原因也很多，有的是利益冲突，有的是感情纠葛，有的是积怨已久，有的单纯就是看你不爽。当然，我们要分析具体的某一件事，就要就事论事。但是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从客观理论上分析人们产生争执最常见的一个逻辑上的原因。这一期视频纯客观逻辑，不带有任何偏见和观点，适合各类人士观看，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在爱情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经典案例，是倡导恋人之间要相互理解的，但我对它有一个不同角度的解释。故事是这样子的，女孩子指责自己的男朋友，你为什么不如以前那么爱我了？以前你追我的时候，说我怎么样都好看，怎么样你都会喜欢，会天天给我买好吃的。现在我天天躺在床上睡觉，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你就嫌弃我了，是你变了，说话不算话，你们男人都是大猪蹄子。怎么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啊？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擅长骗人，就是他们会比较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故事乍听起来，女孩子说的也对，是男朋友没有遵守承诺。但在我看来，爱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人都是现实的，人都是会变的。在一段关系里面，必须要尊重这个条件，两个人才能走得更远。相信大家也都看过那种用多少钱可以买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的恶搞，我们来一起看一个。主人公带着1万美金和10万美金的现金买别人的老婆。一开始他提出1万美金买女生的1个晚上，两个人有些心动，但最终还是拒绝了。然后主人公加码到10万美金，两个人在一番商议之后 Come on, it's 110. Just one night. I'll bring you back by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You say it. You say the word. Your call. I think we should do it. I think it's smart. It's smart. 最终女生还是跟着男主走了。这个案例我要表达的就是，爱都是有条件的，只是每个人的条件不同而已。当然有些人说母爱是无条件的，这个问题我不想去直接反驳，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血缘关系就是一种条件。如果你不是亲生的，那这种爱肯定会大打折扣。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从大的方面讲，宇宙一切物质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物质和反物质是因为在极特殊的条件下才没有相互抵消，所以宇宙才得以存在。对于一种观点来讲，也是这样子的。所有的观点和理论都是基于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所以两个人对于某个观点产生的争执，一方对另一方的误解，往往都是因为无视对方观点所基于的条件。如果无视对方的观点所依据的条件，那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反驳。比如我说大象比蚂蚁大，那就可以反驳说在某某星球上，那里的蚂蚁比大象大。或者某个科学家改造了蚂蚁的基因，导致某一只蚂蚁比大象大。当我们在说大象比蚂蚁大的时候，我们是有附加条件的。我们是指一般说来，正常情况下，在地球上，大部分情况下。但是我们不可能说每一句话都要加上这些条件，那太累了。而且有时候这些条件也要看具体情况，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具体把这些条件表述出来的。任何言论在没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都会有例外，即使你附加上条件，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让自己的观点严丝无缝。所以说，理论上讲，所有的观点和理论都可以被反驳。当然也包括我正在说的，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我们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对方非要指出例外，鸡蛋里挑骨头，也就是我们方言里常说的抬杠、杠精。老子说哪样你都要来反驳，你个杠精儿啊！你脑壳进了浆糊吗？所以说，我们对抬杠的定义，就是指无视对方观点所依托的条件，强行进行反驳。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在生活中，当我们面对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的时候，
就要注意言辞谨慎，不要让人抓到把柄。另一方面呢，当今社会网络发达，在网络上有一类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反驳那些跟自己立场不同的人。只要你跟他们的立场不同，他们就会利用这种无视条件的逻辑，你说什么他们都会反驳。就像那个买别人老婆的恶搞视频，如果我说爱情是伟大的，如果要反驳我很简单，把那个视频丢过来就好了吗？你看爱情是伟大的吗？最后不还是败给了10万美金吗？问题是我说爱情是伟大的，这句话每个人都愿意接受，所以没有人会反驳我。而有时候当你说了一些别人不愿意接受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内容是不是事实真相并不重要，而是对方的立场决定了他会不会反驳你。所以没有必要在内容上与其争论，因为无视条件，所有的观点和理论都可以被反驳。所以对于这一类人，你跟他吵架是吵不赢的。这样的吵架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上面。对于这些网络上以此为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去反驳你，甚至更多的时候是主动挑起争端。对于某些逞一时嘴舌之快，邀请 Klaus 降低到他们 level 的人，我只想说，善者不辩，君子不与小人争高下。好了，感谢大家跟 Klaus 一起成长，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视频我们给出了4个简单实用、说服墙内人的逻辑。首先呢，还是有很多人提出了讲逻辑没有用，小粉红不会跟你讲逻辑。首先您这么说让 Klaus 很伤心，一句话就否定了 Klaus 辛辛苦苦努力的价值。关于我们频道的价值，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频道宣传片。其实呢，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有一部分人的职业就是来反驳你的，自然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但这一部分人并不是我们要改变的目标人群。当然无聊的时候跟他们斗斗嘴也是挺有趣的。国内翻墙用户几千万，很多人都在寻找真相，而且我相信除了小粉红，有很大一部分是比较困惑的中间派，他们是很期待真相的。我们观众里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小粉红转变过来的。有网友提出这些年中国发展得很好，用留学生回国增加来反驳我们万国来朝的逻辑。感谢网友飞扬奏提出解释，留学生回国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来跟大家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年确实中国海归很多，导致新闻都有报道海归不再吃香了。第一，海归增加的原因是因为留学生数量的增加。最近10年，中国留学生数量增加了6倍，留学生多了，那自然回国的也就多了。第二，西方国家对工作签证的政策收紧。美国近几年工作签证的发放改为配额制，也就是抽签。川普上台后更是对企业方面收紧了雇佣外国人的政策。英国留学生原来毕业后拥有2年的找工作实习期，2012年取消了此政策，毕业后就得走人。另外我再说一下我知道的情况，中国人在中共之下没有普世价值，也很难接受外来文化，即使到了国外也还是生活在中国的圈子里面，平时上课下课都是跟中国人一起，也不会交外国的朋友，所以毕业不会说中文的比比皆是。美国工作签抽签的政策，目睹了很多人抽不到签证，哭着上飞机回国，当然也有人放弃机会主动回国的。这种人回国，我相信大家都高兴。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说过，普京一直当总统，有些网友提出疑问，这里补充一下，普京也当过总理，只是为了避嫌，但他一直都是实际的掌权者。网友林森说，要给身边的人介绍民主理念，要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确实是这样子。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这样更容易引起共鸣。然后这位网友有点像真名，我屏蔽一下，提出了跟女朋友讲逻辑失败的故事。这真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们作为中国人本身就很悲伤了，爱情观被政治绑架，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尝试了不行，那在女朋友和逻辑之间，还是选择女朋友吧。网友 Vincent Wang 说得很好，启发了我做了一期 Twitter。 国内维权都是跪着的，那些说美国不好的，你倒是拿一张美国人跪政府的照片给我看看呀。最后网友明明哈哈总结了中国的现实，其中的类比非常有意思，语言呢比较接地气，我就不念了，大家有兴趣暂停看一下。
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